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眼前这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城市就是中国满洲里市。满洲里隶属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位于中国、俄罗斯、蒙古三国交界处。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满洲里是中国第一大陆路口岸城市，也是中国第一大陆港。1901年，沙俄在中国修建中东铁路西线，满洲里是第一站。从此，这个城市开始发展壮大。截至2020年，满洲里常住人口15万。虽然满洲里是一座偏远的边境城市，但是城市里面高楼大厦林立，建设的富丽堂皇。我们来的时候正是晚上，满洲里整座城市灯火通明，建筑物上面的亮化工程似乎能照亮整座城市。白天再看满洲里，又别有一番风味。地处中蒙俄三国交界的满洲里，建筑样式不拘一格，吸收了这几个国家的特色。飞起无人机就能看到这座城市建筑风格的另类，很多的高楼大厦顶部都建成一种类似于帐篷的圆顶形式。除了蒙古族特色的建筑，俄式风格的建筑也不少，很多的俄式餐厅和商行都在满洲里开设。在这里还有一条中苏金街，里面有种类繁多的俄货、套娃、酒水、俄罗斯的零食、皮草，种类一应俱全，价格实惠。作为中国最大的内陆口岸城市，这里对应的外国客户主要是来自俄罗斯的，常年有很多的俄罗斯人在这里经商生活。市区里的标识则多由中蒙俄三语构成。我们去的俄罗斯餐厅就有几位在此常年工作的俄罗斯人，狒狒还和一位嫁到中国的俄罗斯姑娘合影。说到口岸城市，不能不提的就是满洲里的铁路。中俄之间很多贸易都是通过满洲里口岸进行。我们站在一处天桥上，领略到了这中国最大陆港的风采。10几条铁轨上全是满载货物的车皮，俄罗斯出口到中国的油气、木材，很多资源都能看到，而中国则出口给俄罗斯很多工业产品。在铁路旁边能看到数栋100年前的建筑，这都是当年中东铁路的配套建筑，代表着这100多年的历史。第二天，我们还去探访了满洲里的中国口岸国门以及巨大的套娃广场。这么大的套娃，我们真的是此生第一次见到。虽然满洲里不大，但是这座城市绝对值得一来。美景、美食、特色的城市与内地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下面就跟着狒狒和文涛开始今天的满洲里之行。大家好，我是狒狒。我们今天终于结束了前面多日在小兴安岭和大兴安岭森林中的穿梭，来到了广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那现在我们的位置是在呼伦贝尔的满洲里市，这里就是满洲里的火车站。那如果不是因为后面有满洲里3个汉字，大家单纯的看这个建筑的外观，会不会以为我们现在是在俄罗斯或者是欧洲的其他城市呢？其实呢，不仅仅是火车站，整个满洲里的市区到处都是这样充满着异国情调的建筑。这是因为呢，满洲里它是一个鸡鸣三国之地，满洲里的西边就是蒙古国，北边就是俄罗斯，所以呢，这里和珲春、房川景区一样，也是一个一眼可以望三国的地方。但其实，在历史上，满洲里并非一开始就叫这个名字的。那以前呢，其实这里是有一个蒙古语的名字的。但是在1901年，随着中东铁路的西段线的竣工，那这里作为俄国进入中国的第一站之后呢，俄国人把这里命名叫满洲里，因为呢，当时的东北这一片整个是叫做满洲的嘛，所以呢，满洲里这个位置作为当时的中东铁路从沙俄通往中国入境后的第一站，就一直用这个名字延续到现在了。我们其实是昨天晚上到的满洲里，到这儿之后的第一个感觉很明显，就是感觉到不冷了。因为我们前段时间在这个黑河、还有漠河、根河这些地方，每天这个早上起床的时候都是零下20多度，车子发动起来都很难的那种。所以到这儿之后这边的气温现在早晚最低是零下13、14度，中午呢已经快到0度了。今天其实天气不太好，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蓝天白云，而且有点下雪。我不知道咱们的镜头能拍清楚不
现在下着小雪，我看我衣服上能落到一个不？有，但是不是很清楚。你看，很小。就这种小雪，非常小的雪花。但是呢，气温依然挺高的。现在我刚看了一下啊，中午的12点，气温大概是零下1度，马上就要0度了。所以你看，我和文涛今天出来，我们已经换装扮了。我把那个长款的羽绒服已经脱掉了，我穿了一个薄的短款的鞋子呢，也从雪地靴换成了这种单的皮靴。而且最明显的变化是，我们2个已经不需要戴手套了，围脖也拆掉了，就感觉已经回到了可以就自如的一个世界了啊。我们现在朝着火车站又走近了一些。其实呢，和绥芬河一样，满洲里也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那其实呢，满洲里以前这个位置远远不是现在这种规模。正是在20世纪初期，随着中东铁路的通车，中东铁路东西两端的2座城市满洲里和绥芬河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我们现在去前面看一看，满洲里这里的火车现在可以通往哪些地方呢？我看到这边有一个车次表，现在上面罗列了3趟列车，这3趟列车的始发站都是满洲里，中道站呢有2个都是去哈尔滨的。还有1趟是去大连的，都是在下午晚上那个时间点来发车的。其实这个位置呢，已经算是比较的偏远了嘛，毕竟是祖国的边疆地带但是每天呢，依然有大量的列车放往祖国的各个方向，而且呢，可以通过哈尔滨和大连这种比较大的城市，再中转去其他更远的地方。我们刚才来的时候从一座桥上往下看。哇，那个铁道跟绥芬河的一模一样的，那个铁道的数量我没有细数，我看了一下，应该有20多条，非常壮观。而且呢，很多都是拉满了货物的火车，比如呢，其中有几趟准备要出口的，它那个车头方向是朝着俄罗斯的，即将要出口的那个火车上面拉着很多我们中国的像卡车，还有挖掘机，还有其他的一些工程车辆，都是即将要出口的。那另外呢，进口的方向的火车上主要是俄罗斯的一些木材，还有其他的资源。国际候车室，哇，这边还写的3种语言左边是蒙语、汉语，这边是俄语。这边可以有那个国际的客运，直接我们可以游客坐着这个火车出国。这边的列车出中国国境之后，最远呢可以到达莫斯科，超级远的一趟国际旅行的专列但是呢，因为中国和俄罗斯的那个火车的轨道是不一样宽的嘛，我们中国是1.435米，然后俄罗斯要稍微宽一些，所以呢，这个列车出境前需要在满洲里这里去换轨。目前这个国际候车室这边都是关着的，因为现在还没有，基本上没有俄罗斯那边旅客过来，也没有什么需求。这种客运方面的需求 International Waiting Room， 国际候车室，走吧。我们去看一看满洲里还有什么有俄罗斯风情的建筑，带大家去了解一下这段历史。我感觉今天虽然气温比根河暖和了一些，但依然这个风刮过来还是有点凉。就是这个风只要一吹，那就温度能降个10几度。对，你看这地上这冰还蛮厚的。这边虽然中午已经快0度了，你看这边缘上的冰已经可以踢掉了，对，但里面冻得还挺实。不过呢，满洲里这个温度，如果说有江的话，就不能下江去玩了，已经不结实了。看，这边已经下面都是水了。不光只是这个火车站，就所有的建筑能感受到那种异国的情调。旁边这个门也是，然后还有这个尖顶的建筑，就特别有特色的一个城市。刚出满洲里的火车站，能看到远处的一些建筑，全都是有那种异国的风情的，既有蒙古国那种建筑的感觉，还有俄罗斯建筑的风格在里边，融合了多种文化的特别有特色。中蒙俄是，然后这边呢，这个建筑感觉也挺有那种苏联的范儿的，对，也挺有苏联的范儿的。现在关着的，没有开。这边火车真多呀！虽然现在火车站我们进不去，但是这个那个列车的声音一直没有停过。包括我们昨天晚上住的酒店整晚上都能听到那个火车的那个轰鸣声对，还有我们昨天来的时候，能看到路上好多的大货车往这边运东西。从这2点，我们就能知道，满洲里不愧是中国最大的
陆路口岸城市。陆路口岸城市。我们从火车站出来之后，跟当地人打听啊，这边有个行人过的天桥，是可以看到火车的场景。一个大叔跟我们说，这边有超多的火车，各种颜色的，特别好看。让我们上来看一看。这刚一上来就这么多这种集装箱铁啊！对哦。天哪，这跟绥芬河那个真是一样的。超多啊！对。哇，感觉比绥芬河那边还要多。对，你看，这边是客运火车，这边有几个站台，3个站台。这边是客运的啊，从那个开始，那片全都是拉货的，是，而且大多数都是国际的货运，这真的感觉比绥芬河的还繁华啊，因为绥芬河口岸没这大嘛。对，上去看看去。而绥芬河那边主要感觉都是木材，这边什么都有啊。对，哇，哎，那个俄罗斯的那个火车头好花哨啊。啊，是吗？嗯。好好玩。对，咱们找一个网不是那么密集的地儿看看吧。好，感觉都挺密集的。哇，这都是俄罗斯的车皮哈。哎，你看当地人也在那看火车呢，而且戴了一个那种苏联红军那种帽子，挺好的。哇，这边我们出口的挖掘机。这是什么现代的？挖掘机。Hyundai。现代的。这个我们是来旅游的，这个看火车有没有这个往挡的地方呢？没有，这拍不着啊，这呀，这是煤吗？这是咱们出口的还是进口的呀？这个进口的。哦，这进口的煤哈，叔叔，那咱从俄罗斯除了进口煤，还进口别的啥吗？木材啥都进啊。啥都进啊，木材。还有木材。还有石油。石油。还有石油。主要是资源啊。对。那咱给他们出口的，我刚看有那个挖掘机哈。他那个刚拉走。哦，挖掘机还有啥呀？不知道了，这回轻工品可能是。这那不集装箱里都是吗？啊。我们在这个铁道上，这个天桥转一转，这个天桥还是挺长的，然后能看到好多条的铁轨，那边1、2、3、4、5、6、7、8，感觉10几条了，比我们在绥芬河那边见到的铁轨还要多。而且这边那个车皮的颜色都是5颜6色的。这是一车，一火车的这个煤。对。刚才那个叔叔跟我们聊了一下嘛，说是从俄罗斯进口过来的不仅仅是这些煤啊，还有木材啊，还有石油，包括像铁矿石啊，就是一些俄罗斯当地比较多的那些矿产资源，全都是用这样的火车从满洲里一车一车的拉进来。那刚才我们拉出去的那个车哈，都是一些工程机械的那些车辆，我看好像还有那个陕汽的卡车也拉出去了好多。对。这铁道真是多哈！对呀，比我们在绥芬河见到的还要多。其实以前呢，我们就老说像湖南的株洲啊是火车拉来的城市，还有像那个郑州呀，包括我们西安都是铁路枢纽城市。但是说实话，我们那儿的铁道完全没有这边的多哈，因为这边它承载着整个的国际货运业务，还有跨国的有旅客的这个业务，对，非常的宽啊。这边的铁轨，我认为它的数量跟绥芬河是不相上下的哈，但是呢，绥芬河的那个铁轨上面的列车少一些，这边，哎，这真是第一大口岸就是不一样。是的，这边的每一个铁轨道上面都是放着列车的。对，我那边又拉来了什么东西啊？看一看去。看看去。长姿势了。哎，这不还是刚才的车吗？哦，他是在换轨。他换什么，叔叔？不是，就换那个车厢。哦，换车厢啊！哦，叔叔，那个轨道在哪换呢？俄罗斯不是宽吗？到那块去看。快到那个。这块只能是换车厢，我去。哦，在前面换啊。前面呢。哦。那口岸在那边呢。哦，在口岸那边换啊。哦，好，谢谢叔叔。啥都不知道我们。叔叔，你是什么族？我是满族。满族啊。这儿是不是蒙古族也蛮多的啊？就是蒙古族住居的地方。那汉族少吗？我感觉也不少嘞。
哇，在这儿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车呀，拉煤的车是那种黑的，哎，这边这个绿的好像是装铁矿石的，有个盖儿，那个红的也是，反正是装矿的。哦，那边还有那个气体的罐车呀，看到没？白色的。天哪，这是我见过的，就是最种类丰富的，在我眼前呈现的资源的品种了。对，那种罐子都是拉油气的，这种哈就铁矿石的，对，挺有意思的。你看那边的又拉来了，俄罗斯那个方向又拉来了一车煤一车煤。它这个好像是从俄罗斯那个方向拉过来之后，在前面那个位置呢再转过来，对，然后我们把这个车厢换掉，他们再拉出去。是，走吧。有意思的，没见过这种国际的货车怎么卸货哈。对，本来就很多人可能觉得俄罗斯把煤拉来，我们把那个车厢里面的煤全部卸出来，他们再拉回去，不是这样太麻烦了。哇，太壮观了，大开眼界。这个天桥呢，从这头到那头大概有个500米，我们就一路上都在看下面的火车，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啊！真不愧是世界上陆地面积第1大和第3大国家之间的这个贸易啊，种类太丰富了，量也是很大。对，满洲里不愧是我们东亚窗口啊！在火车站旁边啊，还有很多以前呢建的木房子，现在做宾馆了。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建的，就感觉挺有意思的。这边不管是以前这种木房子呢，还是现在新建的这种混凝土结构的建筑，整体的风格都是蒙俄风格综合起来的。我们俩去了这么多的口岸啊，我觉得满洲里就是最有异国的感觉的一个地方啊，而且特别繁华。对，你看走一走，前面又有一个那种木房子啊，挺好玩。外面装着空调。我给咱打听一下，我俩大哥，我去问问。你好，大哥。哎，麻烦问个事情，我们是来旅游的，我就想打听一下，这这房子大概什么时候建的呀？就这个房子呀，这很古老的房子，这是俄罗斯就是遗传下来那个，就是他侵占我们时期修建的。对。哦，这房子有100年了吧？对，有了，哇，差不多100多年了，100多年的。我们还以为新房子做旧的呢。不是。那这建筑质量真好啊。对，挺好的。这个全是俄式建筑。是，看着像。现在这是木格楞，现在是居民住着了。他就是到旅游时候，他这嘎达是那个开放一个酒店。木头的。我跟狒狒刚才打赌，我说这个是俄罗斯人当时建的，他说这是我们之后仿建的这种风格的建筑。因为它的外观非常的完整，我觉得呢，如果是那会儿都100多年了哈，对，没有想到啊，我们刚刚找了2个本地大哥打听了一下，果然这个房子的房龄已经至少有110多年、120多年了。是的，你看它下边是用这种石头做的地基，然后上面用的是这种木头，你看木板儿，对，轻轻的去敲。不过它这个工艺真的是厉害，这么多年了啊，像这个木头是防霉啊、防虫啊，都是很难办到的。对，那还是挺好的。现在呢，这边里面好像改了一个音乐餐厅在营业，后面那个木房子改成了一间宾馆、酒店。不过呢，它里面肯定是有装修装潢的，但外观啊肯定是以前的。你看这儿还写了，说是保护文物建筑，防火人人有责，满洲里的文物保护中心。因为它这个外观整个是木头的嘛，所以防火是第一要务。而且大哥说那个石头房子也是以前建的。对，石头房子看不出来啊，感觉外表重新修缮过了哈。对。看不出来。刚大哥跟我们聊了，说这个石头房子哈，上去之后，它那个1楼、2楼中间那一层不是水泥，是木头做的，就人踩上去有那种嘎吱嘎吱岁月的痕迹啊，是岁月的声响。对，而且火车站这一块儿，它这种木房子还挺多的。我们刚下来那个餐厅也是，旁边也是，所以这边房子真好看。这边还是以前的遗迹很多的哈。对。我们俩现在来到了满洲里市的一条步行街，叫中苏路。这里边好像有好几家那个中俄的商贸城，我们现在去逛一下。在这个路口，我们又发现了这个雕塑，
上次看到这个是在北红村吧？北红村那儿也是这样的一个啊，这个俄罗斯的小伙子拉着手风琴，然后姑娘在旁边穿着裙子翩翩起舞。哇，这条中苏金街还挺长的，我们走了半天才走到了这个步行街中间的位置。在那个地方呢，我看到了一家饭店，叫满洲里饭店，竟然是建立于1904年的，太早了吧？而且呢，这条街的两边两侧全是这种，俄罗斯的这种商品行，跨境电商，好多店铺啊。我们现在找一家进去看看他们卖什么的吧。全是啊，对，还有那古玩呢，这个中俄蒙古玩，早就听说俄罗斯和蒙古高原上的玉石比较有名了，这边都有卖，还有一些欧货以及土耳其的皮草都通过这个俄罗斯。中欧班列吧，就都进来了啊！是，咱去这家看看吧。这家我感觉吃的多，快消品的哈，卖酒的。对，伏特加还有那个香肠。绵羊油，绵羊油挺好。哎，这个家里有，他都没用呢。我们在新疆买了好多马油，我们在霍尔果斯那儿买的，绵羊油、马油都有，这个效果。这是干嘛？润手的。对，就是那护手霜呗。护手霜，密度的。咱家不是有2盒吗？忘了。马油你用的感觉怎么样？马油我用一点油。我们在这家俄货商店逛了半天，又采购了一大堆东西，每次都说着不买不买，结果逛着逛着就买了好多。我俩每次都说是，就进门前2个人说好，咱们说好进去只看不买，根本控制不住。但是我觉得这2个小东西特别值啊，这基本上是我在国内旅行买过最便宜的冰箱贴了。是吗？而且它很精美，很精美，别的地方5块钱的冰箱贴没有这样子的。看，非常的精美。是的。还有一个红色的，特好看。回家可以贴我们冰，我们家冰箱上有各个地方旅行带回去的冰箱贴。还买了一些吃的，全是吃的。还给狒狒买了个羊油，那羊油真的可以护肤吗？啊，那个羊油真不错啊！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手啊，前段时间在东北弄得特别糙啊，你看现在是抹完之后立竿见影，特别滑。是吗？怎么感觉我在做广告？没有啊，这都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现在这边满洲里的游客不多，老板说每年就可能开春之后4、5月份游客就多了。走，咱继续往前面。它这一条步行街特别长，这条街呢，从那头逛这头，每家店都进去看的话，我感觉没个1万出不来的。对，就我们这种爱买东西的。这边写着国家市场采购贸易边贸市场，厉害了。我们走到一条主干道上，这边的所有的商铺，你看，不管是卖数码的还是卖香包的，都是俄语、汉语和蒙语3种语言。感觉这边以前俄罗斯人非常多的，对，目前只不过是没有完全的开关嘛，很多俄罗斯人还过不来。什么时候旅游都开放了哈，这边我觉得也跟季节有关。对，因为这边呢，主要的游客高峰期也没到。所以呢，有一些俄罗斯人其实他们有签证能来，但是一直没动身嘛。可能等到大家6、7月7、8月那会儿来的时候，满洲里就非常的热闹了。在满洲里市区转了整整1下午，现在天色已晚，又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了。那今天晚上我们吃点什么呢？来到满洲里啊，一定要安排一顿正宗的俄餐。今天下午我们在满洲里转的时候，满大街到处都是俄餐厅。比如说呢，我们现在站在马路对面呢，就有一家莫斯科西餐厅，还有一家卡秋莎的俄餐厅。那我们经过多方打听，找到了身后这家，据说是满洲里是最正宗的、最好吃的，叫卢布里西餐厅。他们家的厨师全都是俄罗斯人，所以做出来的这个俄餐肯定是很正宗的。走吧，我们一块儿去看看里面有什么好吃的。这个卢布里西餐厅的门口就有只熊在欢迎着我们。
涛哥，今天晚上我请你吃肉。哇，你好。哦，两个人。2个人。嗯。好多美女啊！帅哥，我看你们家还有好多要提前3小时预定的。我们要一个这个奶酪包，对，再要一个炭烤盘肠，再要一个红菜汤，还有一个皇后沙拉，再来一个那个瓦罐牛肉。好啦，我们点的菜还差1个就上齐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都点的是什么。首先是这家餐厅特别有名的这个叫奶酪包。哦，好了。哎，这下面这是什么？是蜡烛吗？那个是一个固体酒精。固体酒精啊。哦，这个可以吃了啊！上面是酥皮，下面的罐子里面是牛肉。哇，好嘞，谢谢。哦，谢谢。我们的菜上齐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在这家鹅餐厅点了什么吃的啊。首先是这个，我特别期待的这个奶酪包，这个还是热的，闻起来就非常香，里面全是芝士。但是呢，好像这个盘肠会更有名一点啊，这个叫炭烤盘肠，这个是就拉长大概有个50公分的一个完整的大肠，这样子盘起来，它这个下面是一个炉子一样的形状，已经烤好了这个。还有这一道是，俄罗斯非常有名的叫皇后沙拉。这个是俄罗斯当地人只有在像圣诞这种非常重大的节日才会吃的。它这个下面是生的沙丁鱼块，生的。另外就是这一个啦，这个叫瓦罐牛肉，它现在呢两边用的是这种固体的酒精，再给它加热，然后里面呢一直在沸腾，因为太满了嘛，所以刚才呢这个美女姐姐给我们每个盘子里面挖出来了一点，然后这个起酥皮就是在瓦罐上面，现在放到我的盘子里面了。最后当然不能少的就是这一道俄罗斯的红菜汤啦。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点的餐了。我首先要吃一下这个奶酪包，我期待好久了。好啦，我已经把它分好了，咱们一人先尝一块这个要趁热吃啊，因为它里面全部是热的芝士，还在拉丝。这得给我盛菜啊，太难了。尝一下，看起来就很香啊。先来尝一块啊。啊，这个芝士好浓郁啊，外酥里嫩哈。而且它在拉丝。哎，芝士好多啊。接下来我准备尝一下这个炭烤盘肠，其实这个是这家的算是招牌吧，味道肯定是差不了的。这个肠太大了，先把它切一下。哇，这里面好像是纯肉的呀。尝一下这个，哇，果然是纯肉的，我感觉像牛肉。因为它这个有黑胡椒的味道，所以不太能尝出来肉的那个本来的味道。这个形状挺好的哈，瞬间增加食欲了。而且还有这个黄瓜可以解嫩哈，真的好吃吗？狒狒都好吃，一口接着一口。这样吃肉太爽了，没有淀粉的肠特好吃。然后你看它上面还有这种，这个好像是迷迭香碎吧？对。涛哥，来喂你一个。哇，这个瓦罐牛肉的这会儿这个火也灭掉了，应该可以吃了。刚才呢，那个美女给我们夹出来了几块，我尝一下啊，看一下我的盘子里，这是她刚才给我弄出来的。
几块，里面还有这种菇，各种菇，尝个牛肉。这个菜超预期了。我本来把宝子压到这2个上面，但没想到这个也没有踩雷，很好吃。它这个里面是把牛肉在这种番茄汤里面去炖得特别烂，而且用这种瓦罐呢也比较保温一些。出来之后呢，上桌后还是用过期酒精持续的在不断的加热，所以它这个口味非常的，就是很软烂入味。现在还是烫的吗？哇，这个番茄的味道绝了。他就是拿这个给我们捞上来的，里面全都是番茄牛肉和土豆，然后番茄汤里面炖的。你看我勺子上现在都有番茄酱。我突然发现它这个肠还给我们配了一个酱料。我才看到这个酱料，我蘸一下是什么味儿的。这什么酱？这个好吃。看起来很好吃。一会儿问一下服务员是什么酱，这个好好吃，我在别地儿没吃过这个。这个酱是什么酱啊？这个酱是德国进口的芥末酱。芥末酱。我们俩这次没有点那个俄罗斯大串儿，因为上一次我们吃俄餐是在绥芬河。想想我们俩还挺神奇的，我们在中东铁路中国段的这个东端和西端都吃了俄餐啊。但是明显呢，满洲里的俄餐厅更多，而且那个菜单更丰富。绥芬河那边呢，就相对要少一点吃的啊。但是我们在绥芬河吃那个俄罗斯大串也不错啊。这大串肉太多了，我们俩各吃了一串肉串之后就已经饱了。这家也有，这家那个俄罗斯大串呢，它有规格嘛，写的是200克，一个大串上的纯肉是200克，就将近半斤那么多。但是价格有点小高，它这个一串是40多块钱。我准备再尝一下这个皇后沙拉。狒狒特别期待。对，我特别期待这个皇后沙拉。我没听过这种沙拉。这个就是我总吃凯撒沙拉，没听过皇后沙拉。对，但是我看他们家餐厅这个卖也特别好。我看一下，它上面这个好像是蓝莓酱，中间这一层呢，我看到有火腿、有蛋黄，还有一个土豆泥。在下面这一层呢，好像是人家刚刚说了啊，这个叫沙丁鱼，生的沙丁鱼，挑一块看看，生的。能吃到生的吗？鱼碎，可以。我从上到下垂直的挖一块尝尝。哇，这一勺口感肯定特别丰富吧？各种味道混杂在一起，好美味。这是什么感觉？看你的表情，好像。再来一盘吧。真的吗？我已经美得说不出话了。这有什么好吃吗？好吃好吃，它这个上面的这一层这个酱，这个是蓝莓酱吧？对。蓝莓酱的下面这个土豆沙拉太好吃了。土豆沙拉下面紧接着是一层这个黄色的是蛋黄。对。蛋黄还有这个。暗黄的是什么？这个是火腿。火腿丁，蛋黄。再往下面它又是铺了一层这个好像是土豆粒。土豆泥这是土豆粒。最下面呢是生的沙丁鱼。对。我刚是从上到下垂直的挖了一块。所以它整个的口感非常的，就是垂直下来啊，非常的丰富。对。就一开始呢，像先是酱的味道，再往后是各种层次的食材味道依次出来，而且这个土豆泥吃起来非常的软糯，太好吃了。我们一般吃的都是蛋糕是这种形状的啊，沙拉这种形状的比较少见。对。所以它这专门让你有俄罗斯那边的蛋糕哈，也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落7、8层，味道特别的丰富。你还挺会吃的，像一般人都一点一点咬，你是挖了一个泡面出来吃。我们俩今天是完全没有踩雷，因为我们每次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新的地方点餐的时候，多多少少哈，就是有时候点4个菜、5个菜，总有那么1到2个，对，不是那么完美。但今天这个太完美了。不，还有一个我没有尝，是红菜汤，这个也尝尝吧。这个有点红啊。感觉这有点像那种泡菜那种红色。酸吗？就还好，这个就是中规中矩的俄罗斯红菜汤，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挺完美的啊。今天点这些东西哈，一共200多块钱。最好吃的是哪个？
最好吃的，我觉得是这个，是吗？我觉得这个沙拉真好吃。对，来之前天天说要吃这个的，这次终于吃到了。对，果然不负众望。哎呀，太好吃了！我们俩现在吃完晚饭了，我们竟然一点点都没有剩啊，只有那个香肠吃到最后有一些腻，所以剩了一截啊。我俩现在走路走回去吧，这会儿的肚子感觉，说实话，吃完这一餐，我觉得得胖上个5斤左右了。我们现在走路散步回去。你看哈，这个晚上的满洲里一亮灯，整个城市又进入了流光溢彩的世界，超好看。我是吃撑了。感觉啊，我们吃这个俄餐啊，全是碳水和肉。对，我就菜很少啊。它这边可能俄罗斯这边比较冷，大家是碳水和肉摄入的特别多。就那个沙拉里面，有一点点菜，只有那个土豆碎、洋葱碎，还有一些胡萝卜碎，加的全是鸡蛋清、鸡蛋黄，然后那个沙丁鱼。对，主要还是肉啊。给我俩吃的这个碳水和肉，吃的肚子饱饱的。对。就是他们家那个单价看上去不便宜，但其实呢2个人，点上3个4个就吃饱了，下来2个人我们俩吃了220块钱哈。对，满洲里的夜景还是漂亮。